各位家人，那個德國外長瓦德富爾這次終於訪華去了，德國媒體也在跟進報道。今天我們來看看德國《世界報》的報道，大家看啊，標題是不是有點誇張呢？北京帶來的現實衝擊，現在輪到中國向德國發號施令了。中國掌握節奏，德國只能被動應對。外交部長瓦德富爾對北京的訪問，清晰地表明，兩國力量對比已經發生顯著變化。這種失衡在兩個關鍵問題上尤為明顯。上周日晚間，瓦德富爾飛抵北京時，給他的信息已經明確：德國人遠道而來，但中國人掌握着會面主導權，並且由中方決定會面條件。距離德國外長因缺乏對等對話方而取消原定訪問6周後，瓦德富爾再次踏上了為期1天半的中國之行。他啟程前所期盼的建設性對話，正在柏林和北京之間力量對比顯著向中國傾斜的環境中展開。出發前，瓦德富爾強調與中國的交流無可替代。他說歐洲的自由、安全與繁榮與中國緊密相連。這句話點明了這些年來自身形成的對華依賴關係。北京對此心知肚明，並借此謀取自身利益。官方公布的會談議題聚焦貿易壁壘，例如中國對稀土的出口限制、電動汽車產能過剩及鋼鐵出口問題。但實際上，這場會談是一場關於誰在中德關係中掌握話語權的角力。在北京期間，瓦德富爾周一與商務部長王文濤舉行了會晤，當晚會見中國外長王毅。按外交禮賓規格，最高級別的对話者是副總理韓正。此外，瓦德富爾還會見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海興，他是負責對歐關係的核心人物。另一個主導性議題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儘管北京強調中立立場，但西方仍將中國視為莫斯科的重要支持者。中國讓德國陷入焦慮。周一晚間的記者會上，瓦德富爾刻意凸顯了經濟與安全政策的核心矛盾。他強調，德國需要開放的市場與自由貿易，同時警告需警惕國家補貼導致電動汽車產能過剩等扭曲市場的行為。他表示，繁榮的貿易需要可預見性和可靠性。針對稀土的個案解決方案並不足夠，通用許可證或許能作為第一步，但我們將以實際效果作為衡量標準。談及台灣海峽時，瓦德富爾重申了德國立場。現狀的任何改變都必須基於共識且和平進行。他援引聯合國憲章精神，並警示世界，在這條繁忙的海上貿易通道上已承受不起更多衝擊。他還公開提及人權議題，中國的發展動態，特別是西藏和新疆少數民族的狀況，以及香港的政治權利問題，令我們深感憂慮。然而，中國似乎對此不為所動。周一下午，在與中方進行初步會談後，瓦德富爾不得不為德國工業界對加快稀土進口許可的期望降溫。他在接受德國電視2台採訪時表示，雖然出現了一些信號，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同時，瓦德富爾要求中國向俄羅斯施壓，以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呼籲，也暫時未獲明確承諾。這兩點體現了中德權力關係中新的不對等性。德國提出批評與要求，中國則保持戰略定力。實際上，瓦德富爾原計劃在10月底就訪問北京，但中方除安排與外交部長王毅會晤外，未提供其他高層對話人選。這背後的原因很可能與德國此前就台灣問題發表的言論有關。台灣是一個實行民主治理的島嶼，但中國將其視為自身領土。早在瓦德富爾8月訪問日本之前，他就已指責中國在台灣海峽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並呼籲建立更具約束力的國際規則。這一表態明顯指向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即和平解決爭端以及尊重各國領土主權，各國領土完整不可侵犯。在10月日本德國中心成立4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中，他表示，中國在日本周邊海域軍事存在的大幅增加，以及在台灣海峽強硬的軍事姿態，正在損害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儘管存在批評，
交流仍在繼續。聯邦副總理拉爾斯·克林貝爾已於11月中旬部分化解了誤解。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也計劃於明年初訪問北京。雖然德國政界人士此前也曾就台灣問題發表過聲明，但此次表態恰逢北京舉行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閱兵式之後，而10月份德方取消訪華行程的行為，被中國官方媒體解讀為德方的冒犯。新華社曾暗示德國提出了過高的期待，這是一種典型的框架設定。中國並未將自己表現為阻撓的一方，而是以做出決策的國家形象示人。此前，前台灣總統蔡英文11月對柏林的訪問，也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北京將此行程視為挑釁。對如今的中國而言，台灣已成為一項不可談判的核心利益。北京借與瓦德富爾的會晤之機，公開對柏林施以懲戒。早在瓦德富爾就任外長後不久的5月那次通話中，中國外長王毅便已明確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德關係最重要的政治基礎。這意味着北京要求德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德國政界有意保持克制。柏林方面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合法政府，卻未對台灣地位做出明確定義。這一差異至關重要。北京正系統性地試圖推動該定義朝有利於自身的方向轉變。在與韓正周一舉行會談後，新華社再次發布消息稱，中方期待德方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暗示着，只有當德中關係的政治基礎更加明確時，柏林的安全關切才能得到北京重視。中國發號施令越來越多。瓦德富爾在訪華期間明顯努力避免留下政治軟弱的印象。他在接受德國電視2台採訪時強調，自己對北京的對話是平等進行的。中國承認德國是歐洲的關鍵國家，德國聲音具有分量。德國莫卡托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霍塔里在與德國編輯部網絡的訪談中，將瓦德富爾此次訪問稱為重建外交常態的嘗試，但同時強調中國發號施令越來越多。這點直到10月份，德國聯邦政府仍未完全意識到。當德國政界數月來持續討論去風險化之際，德國企業卻在華創下投資紀錄。科隆經濟研究所數據顯示，2023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已達119億歐元的歷史峰值。2024-2025年期間，大眾、巴斯夫、寶馬、西門子等企業的新項目投資仍達數十億歐元。北京對此了然於胸。德國政界渴望增加獨立性，而德國經濟界卻深陷依賴。這種矛盾被中國精準捕捉，並轉化為其戰略優勢。瓦德富爾將於周二繼續前往中國廣東，參觀隧道掘進機製造商海瑞克以及自動駕駛出租車公司文遠之行，後者是自動駕駛領域的領軍企業之一，而這一領域恰恰體現了中國在技術上的快速進步與德國的相對落後。背景依舊未變，中國正以日益增強的自信亮相，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儘管柏林希望在平等基礎上對話，但在諸多關鍵戰略領域，德國實際上並不具備對等實力。好的，這是一篇很長的報道，我們接下來看讀者評論。第一條評論：習近平缺席會晤，或者更確切地說，他認為沒有必要出席。這清楚地表明，德國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但是，嘿，我們在拯救世界氣候，我們是道德衛士，我們是世界福利機構。繼續往下，令人悲哀的是，我們的政客們總是趾高氣揚地試圖向世界其他國家指手畫腳，結果卻讓自己看起來像個門店。德國曾經是經濟強國，如今卻不幸迅速走向衰落。我們的政客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而不是對別人指手畫腳，妄圖拯救全世界。再往下，一切沒那麼糟，他們可沒法規定我們有幾種性別，在這方面我們可是領先的呀。哈哈，德國知識點評啊，這老兄挺黑色幽默的。據說德國的社交媒體上有60種性別供選擇，德國的官方性別有3個，男、女，還有其他。但魔鬼藏在細節中，這個其他可以是你認為任何性別。更離譜的是，據說
美國有97種性別，不知是真是假，而德國呢只有60種。好，我們繼續往下。這是我們德國氣候政策導致的後果。我們這邊削減的產能正在中國被建立起來。不開玩笑，我就住在德國路德維希港，也就是巴斯夫總部所在地。至於我們是否能從這些產品中分得一杯羹，決定權已不在我們手中。德國不會出現新工業，因為我們得不到必要的原材料，這才是真正的去工業化。前景黯淡，謝謝默克爾。繼續往下。真是恥辱啊！我們淪落到什麼地步了？德國和歐洲一樣瀕臨破產，卻還擺出一副趾高氣揚的姿態。美國人說的對。再往下，中國擁有市場、技術和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德國只有規章制度、道德說教、傲慢自大，以及一個僅能維持到下次選舉的短命計劃。好，我們再往下。德國納稅人至今仍向中國支付發展援助款，對嗎？這些錢我們現在自己更需要，只不過除了我們，幾乎沒有人需要支付這筆錢。這是跟貼，不，那是交的保護費。好，下一則。中國憑什麼要讓德國對自己指手畫腳？中國人手裡握着王牌。繼續往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其講話中也談及了德國的人權狀況，特別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以及德國公共電視廣播媒體的非中立報道問題。德國代表團對此不為所動。再往下，在軍事、經濟和能源技術上自我矮化者，若在中美印俄之間被碾碎，實不足為奇。經歷了前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女士的尷尬表現，以及瓦德富爾之流的類似言論後，我們老百姓已對一切不再感到意外。下一則，先是用發展援助把中國養肥，接着又通過荒謬的出口協議被哄騙走高科技，如今卻只能以祈求者的身份遭到斥責。這就是一群對亞洲的了解僅限於旅遊指南的政客和經理人組成的業餘班子，竟敢於老練的中國政治家周旋所導致的後果。要知道，人家可不像我們這樣只顧眼前，而是有着長遠的戰略思維。下一則，當這樣一個面色蒼白、毫無分量、對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完全無名的政客，卻只由中方第二梯隊的負責人出面接待時，我們還能指望什麼呢？繼續往下。這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這一切早在至少20年前就已有預兆，而恰恰就在這麼長時間裡，德國一直由一群無能之輩、空想家和不切實際的幻想者掌權。如果一個僅有中等教育學歷的普通職員，早在1998年就已準確預測到了報告中所描述的這些情況，那為何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中竟無一人做到？10多年來，我一直質問聯邦議院議員，為什麼德國不效仿中國？誰想在我們這裡銷售產品，就必須在我們這裡生產，包括公開專利和技術訣竅。你們猜猜看，這些議員是怎麼回答的？下一則，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來着？德國政客到底以為中國對德國有什麼興趣？中國大約有4800萬大學生，而德國大約只有280萬。在中國，大多數學生攻讀的是工程類專業，而在德國學的卻是師範呀、伊斯蘭研究之類的。再往下，我們曾大方地把錢花在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上，卻無視了東歐鄰國的警告。與此同時，運行良好的核電站被我們輕易拆出。我們慷慨地將自己的工業主導地位拱手讓給了中國。我們將自身安全交由美國負責。如今，我們被各方推來搡去，而那些把我們帶入這般境地的人，卻從未被追責，真讓人絕望啊！下一則，上面報道中那張照片，事過千言萬語。瓦德富爾看起來就像德國，西裝太緊，襯衫敞開，領帶歪到8點半的位置，旁邊站着一個衣着整潔得體的中國人。國家什麼樣，其代表就什麼樣，真是讓人害臊啊！
繼續往下，這就是德國如此自願的屈從於他國所導致的結果。我們心甘情願地交出了所有技術支持，多年來對知識產權盜竊、山寨等行為無所作為，一切都只是為了多賺幾分利潤。如今我們在為此付出代價，道理就如此簡單。好，看跟帖，越便宜越好，這一觀念過去式，現在仍是許多德國消費者的態度。因此，人們熱衷於購買中國製造的垃圾貨，而正是這些商品才讓中國富裕起來。下一則，歐盟和柏林那些能人確實幹成了一件事，那就是讓德國徹底陷入孤立，既無可靠的夥伴，也無真正的朋友。得罪了中國人、俄國人自不必說，如今連美國人也疏遠了。從對方角度看，這完全可以理解。誰願意總被說教，或者被迫聽一個至少15年來什麼都幹不成的國家喋喋不休地講那些自以為是的道德說教呢？再往下，德國只會批評和提要求，也許該有人提醒一下我們的德國談判代表，在亞洲抱着這種態度究竟能走多遠？繼續往下，他在德國電視2台強調自己在北京的會談是平等對話。中國承認德國是歐洲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德國的聲音具有分量。此人如此自欺欺人，已然帶有一種悲劇性的滑稽。再往下，近年來的傲慢，如今終於遭到報應。中國在教育領域擁有一套嚴格的訓練體系，掌握着巨量的自然資源，並始終將本國利益放在首位。美國同樣崇尚奮鬥精神，並由此導向成功，同樣具備原材料資源，也同樣以本國為優先。兩種截然對立的治理模式，卻都取得了成功。其共同點在於對實幹與教育的重視，無論這種重視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而德國呢，實幹精神不再受到推崇，因為可能讓某些人感到被歧視。自然資源本是存在的，但是開採卻被扣上破壞氣候的帽子。意識形態與官僚主義凌駕於一切之上，給人的印象是絕不在本國投資一分錢。自由落體式的衰退早已預見多時，然而預言者總被冠以惡人之名。好，下一則。中國是一個擁有10多億人口的經濟與軍事世界強國。當德國企業破產數量不斷攀升，養老金在可預見的未來已無法支付，而勞動部長竟將雇主視為真正敵人之時，瓦德富爾先生究竟認為中國此刻會如何看待德國呢？好，繼續往下。如果只會用道德高調來論證，卻拿不出任何實際內容，就會淪為中國的、俄羅斯的和美國的笑柄。再往下，這張照片已經相當震撼了。韓正身穿剪裁極為合體的西裝，領帶繫得恰到好處，目光自信地直視鏡頭；而瓦德富爾則完全是另一個極端，領帶繫得太鬆，襯衫領子被夾在西裝裡面，西裝明顯不合身，整張臉還帶着一副小學生般的窘迫表情。這樣的人竟然代表德國？好吧，其實他恰恰展示了我們如今的真實模樣，一個邋遢、散漫、毫無紀律的群體。不過真棒呀，我們總算成功地向他們傳遞了我們的道德觀念。但話說回來，這種事情發封電子郵件難道不就夠了嗎？再往下，照片左邊這個人物真是令人難堪。我剛又去了深圳一趟，我們本來還是有能力的，但這種人卻讓我們淪為笑柄。繼續往下，如今德國政界人士至少對中國的實力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現感到震驚，這倒還不錯。然而，德國領先工業企業的高管們早在15年前就已深感震撼，並多次警示過中國人的勤奮、求知欲、積極性以及長期而富有戰略性的規劃。可惜啊，當時政界根本無人在意，驕兵必敗，而這還遠非谷底。各位世界社會福利局和世界道德辦公室的居民們，請做好心理準備，寒冬將至。下一則，
這正是德國當前即便實際並不存在的4年戰略與中國50年戰略之間的差異所在。中國以10年為單位進行規劃，並願意為長遠目標承受附帶損害。而在德國，即便哪怕張三李四都能告上法庭，不對，這麼說也不準確。實際上，在德國，每個澳大利亞來的交換生都能為了各種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通過各級司法程序提起申訴。我們讓半個國家忙着應付不請自來的訪客，而中國則專注於推行其經濟上逐步吞併半個世界的戰略。你們自己找找看，問題出在哪兒？好，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誰若出於意識形態原因，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自我削弱，放棄一切，卻不知究竟為了什麼，那就別驚訝自己會遭到怎樣的對待。唯有真正強大的一方才會被認真對待，這一點我們眼下在中國和美國身上看得一清二楚。可我們從中吸取了教訓嗎？沒有，我們依然在繼續道德說教。好的，各位家人，你們說這些德國網友怎麼都在罵自己的外交部長啊？對德國也是一頓臭罵，貌似都是些德國恨國黨在網上發洩。這也能反映出德國人對他們政府的恨鐵不成鋼呀。不過，這也是你們德國人在你們引以為傲的民主體制下選出來的呀，這不就自打臉嗎？你們說對不對？